第2章，地窟下藏银，揭秘富家地窟，窖藏银元，受教甘翁，突遭波折，痛失宗师，转从业师，重师宽大，备受忧郁，疏郁风光，别有天地。初，康健报，风行一时，悬壶应枕，盛宴亲友，富家地窟，窖藏银元。在我年幼时，钞票早已流行，但是老一辈的人总是重视银元，对钞票是不信任的，认为钞票只是一张纸，而银元是真正的银子。尤其是外国银行的钞票，中国人吃过2次苦头，一次是第1次世界大战德国的马克票，一次是帝俄末代的卢布票，所以对外国钞票绝不重视，连对美钞也没有些儿兴趣。有许多大户人家及一般旧家，家中都密藏一些银元，少的1、200元，多的上千上万，并不稀奇。藏银的地方叫做地窖，这些地窖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在哪里。所以从前想发财的人，口头上不是说希望你中马票，而是说希望你掘到藏。至今逢到新正初5财神日，要把猪的脏肠作为贡品，因为脏字与藏字同音，讨一个好口彩。在我8岁那年，亲眼看见过掘藏的一幕，这是我毕生不能忘怀的。一天，我的姑丈逝世，人人知道他是一个富商，当然身后一定有分家涉讼的风波发生。送殡之后，过了3天，果然四伯父关照我说：“阿元，明天一早，我和你到城隍庙去赌咒。”我问：“为啥？”四伯父说：“明天我要和你一起去，你要赌一个咒，明天见到的事永远不告诉人，你去不去？”我说：“去。”次日清晨6点钟就到城隍庙，向城隍菩萨赌了一个咒，并默祷说：“我今天见到的事，如果讲给别人听，一生一世罚我头痛。”这种城隍庙中的赌咒，从前认为是一件大事，比现在的宣誓仪式要隆重得多。赌咒完毕之后，四伯父和我各坐人力车1辆，飞驰到陆香园姑母家。当时内内外外还是一片丧家景色，姑母和表兄等早在营后，大家都叫我的伯父为娘舅。原来这天是掘藏和分家的日子，从前没有什么律师，凡是分家都由舅父来执行，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头禅，叫做父死之后，除却娘舅无大人。而他们的娘舅中，以四伯父年纪最长，为人也公正，所以请他来主持这件事情。只见他们三三五五的耳语，也不知道他们讲些什么。到中午，因为家里做着佛事，所以大家吃素，并且寻次跪拜叩头。下午6时又匆匆忙忙吃了一餐，主要吃的是定胜糕，这个胜字是预祝高升的意思。吃完之后，所有婢仆跟着和尚到寺院中去守夜拜忏。家中仅留下清一色的自家人，于是在死者神像面前一个个焚香叩头，姑母嚎啕大哭，姑丈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姨太太，也恭恭敬敬向四伯父叩了一个头，说：“舅老爷，你应该要说话了。”四伯父就从从容容地说：“姐丈病重时只说了一句话，东西放在书房画箱底下。”说了这句话之后，已是奄奄一息，并伸出2个手指，说着20两字。这20两字是什么意思？当时据估计，大概是地窖之中有20只瓦缸。于是全体到书房中去，那时早已准备好了铲凿等铁器，先把书房中的画箱搬开。画箱是很厚很重的樟木大箱，用朱红漆推光的，尺度比书房门还阔，
想是早年故宫在书房里制造的，想要搬出书房是不可能的。画箱是一连4个大木箱叠起来的，第1箱是字轴，第2、第3箱是画轴，第4箱是用康熙铜钱串成一把一把的剑，剑的长度5尺，每一把剑是1000个康熙铜钱扎成的，所以十分沉重。每搬一个箱子要4个人合作才能移动，这都是从前防偷窃必盗劫之法。4个大箱子搬开之后，下边的地板已成酥烂状态，所以很容易把它掘开，下边竟是一块极大的像水泥般的石板。我伯父说，这是糯米和石灰拌成的凝合土。于是由长子动产，几个子女一同帮着忙，花了很多时刻和气力，才把凝合土打烂，下面现出8个缸。于是大家通力合作，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缸一个一个搬出。缸内银元宝是用桑皮纸包裹的，桑皮纸已近乎糜烂成灰的程度，上面写着同治几年藏和光绪几年藏字样。我年纪很小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只有屏息凝神，全屋子都听不到什么声息。8个缸掘出来之后，姑母就说，这8个缸我也参与其事，他临终怎么说20呢？四伯父说，你出嫁的时候是田房身份，可能在他的前妻时代还有12缸，所以他说20呢。大家听了这话，于是再向四周继续搜索，花了1个多钟点一些没有结果。四伯父说，爽性往下掘，再试试看。大约在掘下几尺，果然打破了一只缸，银元的锵锵之声清脆入耳。于是又花了好多时间，陆续把缸掘出，一点之下，果然是12只，连钱共计20只，每只内藏银元1000和银元宝1对。